这一集一开始还是熟悉的胡闹的小马剧组，结束拍摄后，赫比挨个介绍了每位演员。回到后台时，还在回味着刚才的梗。试播的成功让小家伙们还想再拍几集。赫比笑着说：“只要收视率高，大家团结一心，就能播好几年。”回忆到此结束。赫比的追悼会在海边举行，以前的一家人现在已经完全认不出来了。发福的发福，秃顶的秃顶，人们挨个走上前去说祷告词。轮到一个叫亨利的老头上台了，因为赫比是他的挚友，所以他专门定做了一个长椅来纪念他。他接着说，赫比原本都情况好转了，却没想到因为刹车失灵而撞上了一辆载满花生的车，因为对花生过敏而长辞。赫比最后的推特内容还在说自己会永远的活着。波杰克离开了追悼会现场，遇到了在树下抽烟的夏洛特，将手上的烟递给波杰克抽了一口。夏洛特提到赫比曾经告诉他，波杰克在去年夏天去了他家，想到当时和赫比的争吵尴尬局面。波杰克问他有没有说些什么，夏洛特说他只是和自己聊了聊癌症相关的话题，但是在读波杰克的书时知道了赫比永远不会原谅波杰克。波杰克有些无力地说自己想帮上些什么却做不到。夏洛特踩灭了烟头准备离开，波杰克想请他喝一杯伏特加，夏洛特拒绝了他，留了一张名片给他，说自己住在新墨西哥州。而波杰克还以为夏洛特像30年前那样还住在缅因州的湖边小屋里。赫比的家里，陶德看出来波杰克不是很高兴，因为他的嘴又开始得理不饶人了。陶德拿上自己的储备粮就溜。卡洛琳又不认识赫比，波杰克不知道为什么他要来，当然不是来哀悼赫比的，他只是看到了生意上的大鱼。卡洛琳还告诉波杰克，每当人离世后，大家就会开始疯狂买他的东西，所以波杰克即将大赚一笔。波杰克才不想要这沾血的钱，他决定将钱捐给孤儿。波杰克来到赫比生前的卧室里，在这里，赫比告诉波杰克自己要让他悔恨终生。波杰克坐下，拿起了杂货里的望远镜，转头看到了以前和自己一同出演的小演员乔尔。看着乔尔拿腔拿调的模样，波杰克问他为什么老这么英伦范，毕竟他70%-80%是个老美。乔尔无视了他的问题，拉开了窗帘。这时布莱德利也带着萨拉琳走了进来。波杰克感叹大家已经很久没有聚在一起了，不过自节目播完以后，大家过得似乎都很普通。萨拉琳嘲笑了乔尔的身材以后，两人就这样吵了起来，互喷对方为超级奇葩大碧池。萨拉琳甚至还准备了子弹冲击，被波杰克一把薅住。波杰克也没有权利让大家都文明一点，毕竟这是一屋子烂人。门外走进来一只蝙蝠，蝙蝠是赫比遗产分配的执行者。赫比将一个磁盘分给了他，蝙蝠说里面有关于赫比的精子的说明，没有进一步的说明了。波杰克问大家打算怎么处理这个磁盘。布莱德利回忆起来，自己在小的时候曾找到赫比，告诉他波杰克和自己的母亲成了朋友，但他们老做奇怪的举动。赫比让布莱德利别管他们，不如一起玩玩他新买的游戏。布莱德利提议去他原来的办公室看看，因为那个老电脑上有软件驱动，而赫比的办公室因为在踢踏舞演员的下面，所以没有人愿意接手。波杰克现在就想出发。萨拉琳看波杰克坚决的态度，问他是不是就是不想待在这儿。波杰克说赫比是想让大家携手像个家庭一样。萨拉琳依旧表示赫比已经死了，没人在乎这些，而且大家只知道赫比恨透了波杰克。波杰克说赫比以前是最好的朋友，但在死前却无法原谅自己无法改变这一事实。但赫比给萨拉琳留下的磁盘就是想让大家找到他的金子，如果我们能尊重他的遗愿，这就足够了。很少看到波杰克如此认真的模样，众人终于决定为了赫比去一趟。卡洛琳找到亨利搭话，亨利对于有些人把葬礼当作茶话会闲聊十分生气。卡洛琳心虚地同意了亨利的看法，假装自己曾经是在慈善厨房和赫比认识的。花生酱突然钻出来，说自己怎么不知道卡洛琳干过这个，想让他讲讲，甚至还叫了周围的人一起来听卡洛琳的故事。另一边的4人组已经来到了赫比的办公室里，大家看到赫比还留着以前的老物件，都感叹不已。布莱德利看到一个台用的录音带答录机，点开后里面的录音是汽修厂的员工。汽修厂员工通过录音告诉赫比，汽车已经修好了，除非人为破坏，不然刹车是不会烂的。乔尔似乎嗅到了一丝不对劲儿，这时陶德头戴着食物保鲜罩跑了进来。原来刚才他在波杰克的后备箱睡觉，被不小心带了过来。陶德像个孩子一样假装自己在宇宙里。波杰克无语的将陶德以买饮料为由打发走了。走出去的陶德刚做好心理准备，手上的钱就被风吹走了。掉地上的钱被一只老鼠捡到，老鼠马上要被秃鹫给抓走了，秃鹫下一秒就被飞机给撞了。真是自由的国度哈！陶德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老是遇到这种事儿，这离奇掉钱的经历说出来可能波杰克都不信。好不容易将磁盘放进了电脑里，却需要密码，
乔尔拿起叉子，想起了年轻的时候，因为节目总是把好的情节留给萨拉琳，很生气，于是给赫比打了个电话。赫比也很无语地说，那款节目炒掉了自己，乔尔演这个实在是大材小用，应该去演舞台剧。后场里化完妆的萨拉琳戳了戳乔尔，想约他一起去逛街，却被狠狠地拒绝了。另一边的赫比告诉乔尔，让他对萨拉琳温柔一点，因为这条路不是他自己选的，谨记家人这个词。乔尔恍然大悟，告诉大家密码就是密码2个词，居然顺利进去了。前面铺垫那么多，还以为会是家人这个词，而文件里也只有范奈斯的一个储物仓库的地址。赫比的家里，大家听完卡洛琳的故事都鼓起掌来。花生酱提议再让卡洛琳讲一个关于赫比的故事，多讲点细节，还调动起别的听众一起呐喊助威起来。先前看不惯葬礼被当茶话会的亨利也加入了其中。没有顺利买到饮料的陶德自怨自艾地往回走，路过垃圾桶时，里面钻出来一个穿工作服的大爷。大爷让陶德别那么想，还向他展示了自己在打扫时捡到的转换器道具，甚至讲述了一个书呆子通过转换器成为绅士的故事。听完，陶德就钻了进去，出来时感觉自己也变得不一样了。大爷告诉陶德那只是个道具而已，陶德却感觉焕然一新，直接暴力撞击，让饮料机吐了一打饮料出来。4人组已经来到了仓库这里，布莱德利找到了写着金子的保险箱，打开却发现里面空空如也。萨拉琳拿起箱子里残留的毛舔了一口，就尝出来这是熊毛。波杰克忽然想起赫比的护士就是一只熊，阴谋仿佛就笼罩在众人的头顶。乔尔也从粉丝寄的信中找到了线索，信中说因为赫比的小说写得太好，所以真的很嫉妒，希望那是自己写的，落款是亨利的名字。听到小说，萨拉琳突然回忆起来，在不久前萨拉琳和得了癌症的赫比见面，赫比告诉他自己快死了，他叫萨拉琳来是为了帮他一个忙，他可以为萨拉琳提供一个工作。萨拉琳浑浑噩噩的样子赢得不了自己的信任，赫比告诉他自己在写一部小说，希望可以流芳百世，而书就是金子，是自己伟大的杰作。他希望萨拉琳能保证在自己死后可以把这本书出版。萨拉琳自信地说着绝对没问题，是生命。赫比说着举起了酒杯，他还告诉萨拉琳吸毒会害死他的，言外之意为了生命最好是戒掉毒品。萨拉琳告诉众人金子就是赫比的手稿。乔尔意识到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只有亨利看过手稿了。波杰克分析到亨利偷了手稿，一直在等赫比死掉，这样就能以自己的名义发表了。萨拉琳也接着说，但是赫比的癌症好转了。波杰克一下觉得那场车祸不是个意外，赫比肯定是被谋杀了。自信满满的陶德提着白嫖的一打饮料走在街道边，拈花惹草后骑着别人的鬼火摩托就潇洒离开。因为陶德太酷了，所以摩托车的原主人默许了陶德的零元购行为。这边的萨拉琳也是继续着自己的故事会。亨利听完卡洛琳的话，认为卡洛琳肯定和赫比有着特殊的关系。他们原本打算自己把赫比的骨灰撒进大海，但现在他们认为给卡洛琳是最合适的。波杰克一行人走了进来，告诉大家亨利是个冷血的杀手，他谋杀了赫比，抢走了赫比的手稿，而小马一家不会让亨利抢走赫比的财产。亨利从怀里掏出了赫比的手稿，告诉大家自己确实偷了手稿，但自己并没有谋杀，而偷来也是为了烧了，因为写的实在是太烂了。他和赫比的护士蒂娜一同认为绝对不能让这本书出版，这会让赫比变成大笑柄的。波杰克看了看内容，发现真的写得蛮烂，他叹了口气，告诉大家或许亨利是对的，赫比是想留下些什么，但是已经留下了。大家都喜欢胡闹的小马，而这本书会毁了他。波杰克向亨利道了歉，亨利觉得波杰克无需道歉，因为他发现了赫比的死有可疑之处，想给他一个意义，但死亡本身就没有意义，所以死亡才会让人害怕。波杰克难过地说，只是相信亨利为了书杀了赫比，比相信赫比白白死去容易。亨利安慰波杰克，白白死了不丢人，大多数人都是白死。波杰克只想做出点补偿，亨利告诉波杰克，很抱歉小马，但你无法补偿。波杰克不再说话，只是紧紧地将赫比的手稿抱在怀里。日落时分，波杰克独自坐在亨利送的石凳上看着夕阳，身后的陶德骑着摩托赶了过来，耍帅地将饮料扔给了波杰克。被波杰克吐槽好怪以后，陶德默默恢复起了以前的宅男样，甚至连摩托都起不来了。刚才的一系列操作还真就是一股子劲儿才干得出来。波杰克拿起罐装饮料，回想起当年杀青后一起在后台时发生的事。年轻的赫比接过了别人递来的饮料，而5个人的关系非常好。萨拉琳也紧紧抱着乔尔姐姐。赫比告诉大家要照顾好彼此，无论如何我们都要在一起。赞助商告诉众人会有豪车接送，一起去杀青宴。萨拉琳从来没有坐过豪车，所以十分害怕。乔尔和布莱德利
都默默安慰他，告诉他大家会照顾他的。所有人都走后，赫比问波杰克难道不想参加杀青宴吗？波杰克不想去。接着他想起两人从来没有一起好好逛过片场，他邀请赫比一起去拍摄爱之船的大水池那里去。赫比欣然同意，他一直想去那个大水池里喝得烂醉。说着从怀里掏出酒瓶，两人悄悄来到水池边，翻过栏杆跳了下去。进去后才发现水池只有2尺深。波杰克害怕剧火了以后一切都会改变。赫比笑了笑，说他不怕这些，因为未来一片光明。在两人凝望着广告牌中，这一集就这样结束了。这集以因为意外死去的赫比留下的金子为线索，以插叙的形式讲述了一家人在拍摄结束后的日子。在每个人的记忆里，赫比总是以人生导师般的形象出现。赫比有着善良又不服输的性格，在日常的生活里会用巧妙的方式去为向他询问的人指点迷津。虽然波杰克永远不会获得赫比的原谅了，但是他打心里还是把赫比当作自己的朋友。一个金子将分道扬镳的4个家人聚在一起，互相不登对的4人也在一同帮助赫比的情况下冰释前嫌。而这集中最让人难过的是卡洛琳伪装的朋友被大家认为和赫比关系最亲近，而真正的朋友只是抱着赫比生前的手稿想要弥补什么。人生总会有害怕的时刻，愿意与自己并肩并告诉自己前途会一片光明的朋友并不多，大家一定要好好珍惜他们。